天地降下万军雷劫，映山河浩荡碎裂眼前。几十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爱与之间。当阡陌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最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灭。最爱无言，惹破了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还。雪未停，烟未尽，三生的冷静。那是你，哦，寒风月里。无人听，却无人听，你眸中有万千星，化作烟火凋零。不愿命运纠葛，因果离合，回忆中斑驳。红尘万般纠错，忘却了因果。轮回到烈火蔓延，哪怕是神魂都幻灭。别问缘过界，点亮盏烟，想照亮你梦魇。灼烧到天地撕裂，不会遇见你的那天。爱太疯魔，开出喜莲一朵。今日并不冷，他为何总会感觉冷？他体内怎会有如此旺盛的寒气？这寒气又是从何而来？要不要我给你拿？不用。这朵也好看。黑城主，我上次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对吧？是啊，你说强扭的瓜不甜吗？那你还想怎样？你想干什么？这些是我在仙府弟子的药谱里面强扭的瓜，可甜了，尝尝吧。甜，是甜，是不是？不过，嗯，我不稀罕，你能怎么样？等等，这是要送去哪里？哦，是送去师祖娘娘屋里。师祖娘娘觉得咱们古雨雾的花草与外界不同，十分好看，上面便安排我给她送过去。你就这么摘了直接送去啊？是弟子一时大意，不经过一番处理怎能送去？咱们待客的规矩你都忘了吗？是谁？小心！原来是师祖娘娘的朋友。你刚才说要处理一番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些枯枝野草要经过一番修理，才好作为送给师祖娘娘的礼物，这是待客的规矩。这破规矩谁定的？这我不太清楚，但向来如此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看这位弟子摘的花很是好看，我想就这么送过去，你们的师祖娘娘也会很满意的。对啊，庭燕也没有那么讲究吧？
师祖娘娘不讲究，但我们的心意还是要到位才好。这仙府的规矩真是臭讲究，我一个魔域人当真是不理解。我看和之前一模一样，不就是多此一举吗？不管了，那就不打扰二位了，告辞。走。睡得可好？不好，感觉好冷。昨日我离开后，可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？昨日没有啊，就突然觉得好冷。风起跟我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什么我以前来过这里。我去找他。怎么了？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，不会是想去找他打架吧？你突然愈甚的寒气，我怀疑并不是偶然。此事透露着诡异，恐怕风起隐瞒了我们一些事情。我用真言之事探一探便知。别，你跟风起本来就有矛盾，我怕你俩再吵起来。有什么要问的，我去就可以了。你一个人去？可以的，放心。师祖，燕九，你这2日可有察觉到，这屋内有何古怪之处？哦，我上次和红罗发现苏长青在为庭燕修饰花草，这有些多此一举不说，他们还担心庭燕不满意，怕庭燕怪罪。可庭燕明明就不是那种刁钻的人啊！况且这苏长青作为庭燕的师兄，未免有点太不了解他了吧？你暗中再去那一带探寻一番，看还有何益处。可师祖之前来的时候，不是用真言之事试过他们没有问题吗？的确，真言之事虽然能让人说出真相，但也仅限于让他人说出他们知道的东西。弟子遵命。这些花模样是怪了一点，但都是普通的花呀。这些枯枝野草要经过一番修理，才好作为送给师祖娘娘的礼物。他们究竟想掩盖什么秘密呢？怪不得他们要用灵力来修饰花草，这一带的花草一定有问题。司马郊起疑了没？一切都如国师所言，顺利进行。那便最好。国师，我信任你不会伤害阿燕，所以才按你计划行事。阿燕的记忆会恢复的吧？那是自然。此事于你于我都是有益无害，眼下进展还不错。风少爷只需要找机会，向尸燕提出那绞咒的代价即可，到时他自会解除绞咒。我知道。有人来。阿燕，
师祖，正好，大家都在，我与庭燕打算再住上一阵子，再拨几条灵脉给古雨雾，作为赏赐。师祖，这是说的哪里话？这赏赐太重，我等受不起。有何受不起？当年在仙府，我也曾拨给过你一条灵脉。此事，师祖当年对我多有照拂，此等恩情，定当没齿难忘。弟子定时刻铭记师祖恩情。我相信，洞阳真人自是对此印象深刻。是。这里空气好清新啊，好久没有闻到过了。这古雨雾，感觉连石头都散发香气呢。我这是用力过猛，把石头给拍漏了？怎么可能？这瀑布与你是从小到大的情谊啊！这些年你不在，它也便渐渐凝于石中。现在你回来了，它也就回来了。我在这里生活过。这片湖，便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。我又不是鱼，怎么可能生活在水里？你可是想起什么了？想起什么？阿燕，你本是一条寒鱼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你才会有极寒之体。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不会。当年，尤氏怕我父亲功高盖主，挑衅他的权位，于是暗下杀手，害我全族性命。后来国师明理见我有一息尚存，于是偷偷将我扔在这片湖里，为我留下一线生机。就是这个时候，你出现了。庭院那边，不知情况如何？可是你说的，我没有记忆。但我不会忘。你本是一条寒鱼，因为魔主尤赤，变化成人形肉身。机缘巧合之下，你在这里救了我。为了救活我，你甚至撕下了自己心口的一片鱼鳞。这样的情谊，我怎么能忘？你说我救了你，难道你以为我是你一直要找的姑娘？不是我以为，而是你正是她。对不起，我不是你要找的人。没关系，你可能只是没想起来。等你在这里多留几日，很快你便能将过去的记忆找回来了。你是说，这里能让我恢复记忆？没错，这也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。难道说，风骑士特意引我来此，为了让我恢复属于寒鱼的记忆？你能想起司马教，也定能想起我。这不是一回事。你要找的人，恐怕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便已经魂飞魄散了。所以我才能成为现在这样的我。那些记忆我不会有的。这样说，你能明白吗？阿叶，阿叶，
师祖，这里的花草树木的确有问题，你们看，像是受了魔气侵蚀。那我体内的寒气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听风气说，我是这里长大的寒鱼。难道说，最近我体内寒气旺盛，是因为受了此地的影响？他当真说，你是在这里长大的寒鱼？对，又是寒气又是魔气的，这古雨雾好歹也算是魔域的一处洞天福地，这怎么比外面还要复杂？洞阳真人和这些仙族的弟子也都居住在这里，他们不可能找一个是非之地住下吧？除非我师父跟这里的人骗了我们。可师祖之前就用真言之事问过他们了。我说过，真言之事是能让人说出事实，可并非毫无漏洞。什么意思？我刚才问过他们关于仙府的事情，在细节上，他们和真的洞阳真人有出入。你可还记得石千度之死？洗魂术？难道是石千旅搞的鬼？他为这里的人都洗了魂。庭燕莫名复苏的寒气，应是源自宴席上的食物。那时起，我便怀疑这里的古怪。这鸭肉着实好吃，而且似乎很滋补，有一种身体都恢复了能量的感觉。而我进入古雨屋后，身体愈发不适，想来是寒气通过庭燕的脚灼影响了我。能极大程度调动你的寒体，又对此处万物花草无孔不入地产生魔气的侵蚀。放眼整个魔域，只有一处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哪儿啊？你是谁？还是被识破了。你是何人？石千旅的洗魂术果然高超，你们竟然忘了自家的主子！见过鬼爷。我们来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古雨屋，而是魔域的中心——白骨渊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，究竟是谁这么处心积虑地把我们骗来此处？能在白骨渊翻手为云的，除了魔主和明丽之外，别无他人了。国师啊，这司马教倒是不容小觑。这古雨雾乃是我们联合石千旅的洗魂术一起缔造的幻境，可谓天衣无缝。如今也被他识破了。无妨，既已引得司马娇和廖廷燕来到白骨渊，那么一切尽在我们掌握。没错，那条寒鱼还带着他的护心蛊所做的防御法器，定不会料到您这一石二鸟之计。寒鱼带着护心镯，寒气便以此镯反噬给司马娇，令其功法大大受限。若是寒鱼想救司马娇而脱下护心镯，就会给我们留下机会落入我们手中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将廖廷燕带来此地炼化灵石，我们便可一举击杀司马娇驱邪。你怎么了？师祖，你怎么样？无事。想必明丽的人马上就要赶过来了，你先遵念九离开这里。魔域的人恐怕会倾尽全力对付你，
你一个人怎么能够？我去接应红罗，念九与你同去。我现在比以前厉害了，你别小瞧我。况且我还有你送我的脚镯呢，不会有事的。好，等我。司马交，今日在古雨雾休养的可好？少废话！红罗，红罗，红罗，红罗！师祖，庭燕体内的寒气可以借防御镯上的护心骨反噬您的修为，限制您的功法。红罗，红罗！阿叶，阿叶，此地有变故，你没事吧？这一切是不是在你的计划之中？你这是何意啊？我只是担心你。是不是你联合魔域之人跟尸千旅诱我来此古雨雾幻境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绝无害你之心，我只是想唤起我们之间的记忆。我说过，我不是你的寒玉姑娘。阿叶，你听我解释，事关司马交的安危，你也不听吗？司马交怎么了？你或许已经察觉，司马交来到此地之后，修为受损，身体有异，跟你脚上的这枚法器有关。怎么可能？这是他为我炼制的防御法器，可抵御一切伤害。你或许有所不知，这枚法器由他的护心骨制成，为你抵挡伤害，或许对他无碍，但独独你体内的极寒之气，与他相克。白骨渊激发了你体内寒气，虽会让你感到不适，但你本就是寒羽，这不会真正的伤害到你。可是你体内愈发积聚的极寒之气，却会通过你脚上的防御镯反噬他的身体。你怎么了？师祖，您怎么样？无事。阿叶，你竟甘愿为了他不顾自己的安危？是。师祖，念九。红罗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庭燕呢？他不是和你们在一块儿吗？不好。糟了，庭燕摘了防御镯。念九，你先带红罗离开这里。红罗，我先带你离开这儿，再回来帮师祖。好。燕儿，爹，你的腿，原来你连腿伤都是在骗我，你就为了利用我对你的愧疚，逼我成为你的复仇工具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钱都说了没错，我真是白养了你这个女儿。你若真有半刻把我当做你的女儿，便不会这样对我。此番用洗魂术伪造古雨户，也是出自你的手笔吧？燕儿，我将我毕生所学都用在了你的身上，
但依然还是抵不过司马交，他擅长收买人心啊。罢了。风起。阿燕，你相信我，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。你当真要选择与他为伙？我不管你们曾经如何，现在只可换回他的记忆，切莫伤他。交给我便是。我和国师还要利用他对付司马交呢。风少爷大可放心。助他恢复记忆最好的办法便是，让他去那白骨渊底的归元臼，那里是寒气最盛的地方，能够激发他体内的极寒之气，归来定能还你一个找回一切的寒玉阿燕。可这司马交极难对付，他现在每天寸步不离地看管着阿燕。那若是司马交愿意带他来呢？这是何意？我从石燕父亲那儿得知，他一直很向往堪称魔域桃源的古雨屋。我们何不粉饰一番，给他造一个古雨屋？这怎可能实现？你不必担心这些，你只管把你的小寒玉带去便是。阿燕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现在的你并非真正的你，待你换回寒玉记忆，便会懂我一片苦心了。我是身旁的那一位，可是长治大将军？那是长治大将军的遗孤长风起。明离，你身为国师，胆敢欺君叛主？仙魔主在此，明离算不得叛主。你们是要以我血祭复活这老东西？放肆！魔域众臣，恭迎先祖魔主归来！恭迎先祖魔主归来！笑话！你们以为你们说是就是了？我尤家后人竟就是这副狂妄又无能的模样吗？老东西，我还是魔域之主，胆敢对我如此不尊！不甘心把你的魔体让渡给我吗？可是，作为尤家的子孙，这是你的宿命。你的魔灵在这具身体里已经存在够久了，久到没有必要。刑天所如何了？回主上，说，领时还在加紧炼化，很快便能已知，一举击杀司马交。刑天所万不可有失。是，属下这就去督查。曾经对主上百依百顺的寒鱼刺客，竟因司马交变得桀骜不驯。幸好有师长们相助，才方便我们得手。先前便邀师长们先行歇息便可，师长们却执意守在这归元臼旁。国师，这刑天所成功与否，关乎复仇大计呀。
万万不可有半点差池。师掌门究竟是为了复仇大计，还是对这个假女儿于心不忍啊？国师多虑了，师某善习水之功，可在此处激发归元救之寒气，协助领石炼化呀。那就有劳师掌门费心了。国师，那司马昭杀来了。他倒是急着来送死。师掌门，我先去应付一下那司马昭，这里便交给你了。好。复仇大计在眼前，莫怪我狠心了。司马昭，仙魔主血祭归位，乃我魔族大势所趋，不是你一人能阻止得了的。油盐的真身已被我司马氏一族的灵火炸得粉碎，还在这里做复生大梦。把廖廷彦还回来，我可以让你死得体面一点。你来迟了一步，想必他此刻已经被炼成了一块灵石。等会儿我就用他杀了你。便要大功告成了。休想！廷彦，掌门，那洗命锁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久违了，师祖。我让你活太久了，多亏了我养了一个好女儿啊！按照现在你们的关系，你是不是应该叫我一声爹呀？炼石尚未炼化成功，你就拿着这么个见不得人的东西出来送死吗？师祖，命令交给我了。已经有60%的寒气依附在刑天锁上，凭此，我必能重创你。
真的以为靠这些伎俩就能杀得了我吗？你真的以为我没这点自知之明，还能够活过了1000年吗？哼！司马江，我知道你在这里拖着我，是为了给廖廷彦逃出升天的时间。但是，即便他能够逃出归元袖，他能够逃出他自己的命运吗？他的命运，在遇见我的那一刻起，便不再由你们做主，不由我们做主。难道就该由你来做主吗？他的命运由他自己做主。宁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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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宁九，司马江，难道你还看不清楚吗？只要亲近你的人，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你的出生，你们凤山一族的存在，都是笑话。你们只配被关起来，做血种，做傀儡。你们根本就不配坐享仙魔天下。极致的寒气唤起了他身体寒雨的本能，他的身体背叛了他的意念。司马江，你猜他的本性能不能够战胜他对你的情谊呢？廷彦，成了。老生出没的真相，无力抵抗，离别从南方，切断了爱意的生长。命运篇章怎么越绕越长？不怕轻易被抵挡，赢过一场遗憾，放心的对望，剩下你是爱上。快看，血丹融入血池了！是凤山之血，是凤山之血！恭喜魔主！这刑天锁果然有奇效。待到血池充盈，便可开启血祭。司马江，司马江，命运篇章怎么越绕越长？不怕司马江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。
记得。我明白。我不知道。怎么叫你起来？萧瑟，星月斑驳，染指这前尘的寂寞。烛光微弱，人影婆娑，黑夜里闪烁。用笔勾勒光的颜色，温暖你冰冷的魂魄。回忆停泊，思念铭刻，却无法触摸。寻着沙砾的脉络，化身为灵火，燃尽这所有的因果。